如果烏克蘭輸了，會是什麼樣子？這帥哥是阿巴扎人，也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每隔個5到10分鐘就會有一架戰鬥機起飛。為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離開卡爾梅克共和國後，我繼續向俄羅斯南部前進，尋找一個已經消失的國家——切克斯坦。它可不是什麼小國，巔峰時期控制着整個黑海東北岸，面積相當於今天的韓國，人口超過100萬。而同時期，整個哈薩克草原的人口也不過200萬。曾經的首都就是舉辦過冬奧會的索契。一個民族失去自己國家之後會怎麼樣？帶着這個疑惑，這一期我將前往切克斯、阿梅維爾以及黑海之濱的索契，看看戰爭4年後的俄羅斯南部，也尋找這個消失國度留給今天的答案。全球的切克斯人大概是有500多萬了，其中400多萬都是流亡在海外了，只有接近70多萬是在俄羅斯境內了，其中这70多萬呢又分布在3個聯邦共和國裡面了。所以今天呢，我要前往他們其中一個聯邦共和國的首都切克斯市，在這邊呢是客運站，我們就從這裡坐車，大概明天早上就能到。很多人不知道，在今天熟悉的5個斯坦國之外，曾經還有第6個斯坦——切克斯坦。它並不是什麼落後的部落國家。19世紀的切克斯人已經開始學習歐洲，他們發展貿易，建立議會，推動改革，本以為會走向現代化。然後隨着大俄的不斷擴張，雙方爆發了長達100年的戰爭，最終在1864年切克斯坦亡國，數十萬切克斯人被迫流亡海外，一個中等國家就這樣從地圖上徹底消失。来到了切克斯了，距離是300多公里，6個多小時。車票是28美元，只有我一個乘客。這裡呢就是切克斯坦現在的首都了。我叫了一個車，從這裡呢到我住的地方是5點多公里，價格才2美元。這裡早晚溫差很大，現在只有13度，到中午可以到22度，已經到住的地方了。不過來太早了，5點多還沒開門。這裡汽油的價格，92的是0.8美元，95的是0.9美元。這是帝王酒店啊，看裝修非常的古典，但是是新開的啊。這邊是房間，然後這邊是有個衣櫃，這邊是衛生間，價格是39美元一個晚上。這裡呢就是切克斯共和國的首都啦，人口呢是有12.3萬左右，然而切克斯人的佔比只有16.8%，也就是2萬不到。所以說，就是在他們的首都，他們是屬於少數人口。切克斯人主要是信仰遜尼派的伊斯蘭教。別看他是信仰伊斯蘭教啊，但他很早就已經世俗化了，在17、18世紀呢就已經開啟洋務運動，也接納了很多俄羅斯人。也正因如此啊，才導致後面的覆滅。大家不要以為切克斯坦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它在中亞6國裡面呢也是屬於一個中等國家來的。穆斯林呢是不能搞偶像崇拜了，所以說在清真寺裡面也沒有人像的。可以看到這個清真寺內部也是空空如也，一個人都沒有啊，而且還是在切克斯共和國的首都。這座城市的面積呢只有70平方公里啊，跟我們一個小鎮差不多，但它的位置非常重要啊。這邊呢往東就是到南奧塞梯，往北呢就是阿布哈茨，就是跟格魯吉亞有爭議的2個地方。老闆是切克斯人啊，然後這邊一份漢堡套餐是牛肉的啊，價格是7美元。這裡俄羅斯才是多數民族啊，佔比是60%多的，所以說這邊多數是信仰東正教的。這應該是前蘇聯時期的電車了啊。一般戴頭巾的都是切克斯人，隨街可見的就是愛國宣傳。观众如果去過格魯吉亞米亞的話，你會發覺這裡跟那邊有點像啊，而且這邊的人種也跟他們很像，應該都是屬於高加索人種。Hi baby, do you speak English? A little bit. So what ethnicity you are? 哦，這帥哥是阿巴扎人，也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有5萬到7萬人口。Allah. Allah. Rasul Aswad.
a lot successful. Yes. Okay, thank you. So you live here, right? Yes. 帥哥19歲，主要還是以工作為主，然後去 college 只是學習。Yeah。這裡呢就是城市裡面最大的公園啦。剛剛跟我聊天那個小伙是阿巴扎人，其實是跟切爾克斯是屬於同源，都是說同種語言，也是信仰穆斯林的。但剛剛我們在聊天的時候，有一群小伙應該是俄羅斯族的，然後在我們旁邊就是有點騷擾的意思啊，但也不是很明顯啦，就是有一點那種隱性的歧視還是有的。無論哪個公園都離不開這些宣傳標語。這個是俄羅斯版的我在麗江想你啊，哪個地方都有。這裡的氣候很舒適啊，有種高加索版的江南。可以看到這個植物就是叫做塔柏，在江蘇省也很多。來乘坐一下這邊的電車。這位是售票員，這裡就和我們70、80年代的公交車一樣啊，很有年代感。大家早上好啊！今天酒店停電啊，還開不出那個入住登記證明，只能手寫了一張給我啊，就感覺回到了招待所的年代一樣啊。現在來到客運站了，從這邊是沒有車直接到所去了，我要先坐車到一個叫阿麥維爾的地方，在那邊呢再買票去所去啊。從這裡到阿麥維爾的話是130多公里吧，是10美元。老奶奶還給我送了一杯咖啡啊。老太太還在看蘇聯時期的電影啊 ，souvenir。Yeah。這個車站呢非常的蘇聯式風格，而且當地人好像也保留着一點點蘇聯時代那種質樸啊，非常的熱情好客。但如果作為普通人讓我回到蘇聯時代的話，我是肯定不會的，因為在那個時代是計劃經濟。你看，就算是現在我去住酒店，還要很多那些入住登記那些很麻煩。如果是10年時代，估計普通人連入住酒店的資格都沒有。那時候應該是叫招待所啊，是要有名額的。然後買車票啊，買火車票啊，更是不可能的，要找關係才能買得到的。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我當時在古巴的時候買火車票就是要找當地人找關係才能買得到的。所以說比起計劃經濟呢，我更願意生活在市場經濟下。對普通人來說的話，錢是最好的平權了。现在呢来到了阿麥維爾，顧名思義，這裡呢就是以前古老的亞美尼亞村落，可想而知以前的亞美尼亞帝國的邊域有多遼闊啊。現在呢是俄羅斯的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的重要城市，也是交通樞紐。我將從這裡呢轉車到索契，車票買好了，是2000盧布，也就是28美元。它是晚上8點，現在是早上9點，還要這裡等10個小時。利用這個時間，我們來逛一下這個城市吧。這個超市裡面賣的都是一些亞美尼亞的燒烤啊。買了一份芥辣味的花生，0.8美元，還挺好吃的。這家檔口的生意很好啊，像這邊的西蘭菜吧，然後還有黃瓜，都是1.3美元1公斤。然後西紅柿是1.9美元1公斤。環境非常的安靜啊，宜人。但時不時就有戰鬥機在那個天空飛過，轟鈴的聲音時不時都在提醒你現在還處於戰爭時期。這裡呢很多年輕人都是當兵的，在俄羅斯呢是非常的注重體能的，可以看到它的健身區啊都是設備非常齊全的，就是不是一個每個地方都差不多的，幾乎在俄羅斯的每一個南方城市啊都有一個勝利公園。Today is the last day of our school. Oh, okay. So you are graduated in high school or university? High school. No, high. Oh, high school. Mm-hmm. Oh,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Yeah. So you are classmate, right? Yes. H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Yeah. Where are you from? I'm China. From China. Yeah. So are you locals, right? Are you from here? Yes. Oh, cool. So how's the life here? It's my Your hometown? Yes, it's my hometown, and I'm born here. Yeah. It's my favorite place in the world. Okay, in the world.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5 years? I think I can go abroad or another country. Okay. Maybe China. I don't know. Welcome. And something about economist. 今天呢是他們的高中畢業典禮，說怪不得這麼多學生。我一開始還以為是什麼勝利日，原來不是啊。這裡的年輕人都很成熟啊，高中生看着就跟大學生一樣。這是當地的一個服裝市場啊，可以看到這邊的款式好像都挺普通的，
但感覺他們當地女生都很會打扮啊。这是亚美尼亞跟格魯吉亞特有的特產，就是這些堅果上面裹上一些糖衣。這也是外高加索地區的一些特產，一些醃製的菜。China. And you here? Here.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嗎？你好，你好。太貴了。你好。黃瓜拿的，黃瓜。好，黃瓜。哦。Have you been to China? No, but you can speak Chinese. 我說了。西紅柿。西紅柿。黃瓜。黄瓜。這邊的分區也是非常合理啊，這邊賣蔬果的，然後這邊就是賣一些生肉的，他們都是分開的，而且也是很乾淨整潔。前面呢就是亞美尼亞風格的大教堂啊，這邊名為大義寺，紀念1915年亞美尼亞大屠殺所遇難的人們，在歷史的長河中啊，以各種意識形態、各種宗教信仰為借口而制造的慘案不計其數。整個俄羅斯坐公交車都是28盧布現金，然後刷卡是25盧布，也就是0.38美元。超市裡面買了午飯啊，這個應該是豬肝吧，這個是亞美尼亞烤串，還有雞肉飯，再加上氣泡水，這麼一頓是6美元。這就是今天的長途大巴，估計又是一個難熬的一天。睡醒之後，結果被我幹到另外一個大城市來了。現在給我幹到他們的 Krasnodar 了，這個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在旁邊這裡就是克里米亞了。哇，我真的已經把就是這邊邊疆的南部城市都走完了，這邊再下去就是真的到索契了。經過10個小時鐘，來到曾經切克斯坦的首都沙謝，現今俄羅斯人的度假天堂索契。第一次來索契的人很難相信這裡屬於俄羅斯，棕櫚樹、海灘、高山和溫暖的氣候，讓這裡看起來更像土耳其或意大利。這裡就是俄羅斯唯一的亞熱帶海濱城市，也是俄羅斯人心中的度假天堂。這裡的緯度啊和東北的吉林市一樣，但氣候完全不一樣啊。這屬於亞熱帶氣候，看到沒有？還有椰子樹啊。因為這裡是背靠着高加索山脈，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被阻擋了，所以說這裡是冬暖夏涼的。俄羅斯的肯德基、麥當勞呢已經被撤了，所以就換成了別的品牌。而這個Burger King 漢堡王還有，整座城市綠油油的，都是熱帶植物。這裡呢也是14年冬奧會的舉辦地。我記得在當時的時候，切克斯人還舉牌來抗議他們的大屠殺，結果數萬的切克斯人然後被秘密警察給關了。索契市區不是很大，常住人口大概有40多萬吧，但它每年會接待來自300萬的遊客。在索契的話有3個住宿選擇，第一就是市中心啊，第二呢就可以選擇住在玫瑰莊園，也就是滑雪場那邊，第三呢就是可以住在機場附近的那個奧運村。要住的地方呢，這邊都是可以提前幫你入住的啊，非常好。我住了一個小小的單間，然後有一個衣櫃，然後這邊就是衛生間，還是乾濕分離的，一個晚上是20美金。城市經常會響起防空警告啊！烏克蘭的無人機呢，曾經也是襲擊過這邊的機場的。我還經常收到這種短信啊，飛彈警告之類的。所以說時刻提醒我，現在還是處在於戰爭時期。所以說呢，我可能在這裡待一天我就走了。在市中心的一個東正教堂裡面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雕像啊。這就是尼古拉2世了，也就是末代皇帝，他是主導過日俄戰爭，也經歷過第1次世界大戰的，在十月革命中被處決了，然後到了蘇聯解體後，他才得以平反啊。現在呢，被東正教封他為信教聖徒。Do you get the fish? The fish? 哇哦！推着輪椅來釣魚啊！哇，還拿這麼大的裝備。這裡啊，從沙俄時期就開始建設了。所以很高檔的寫字樓、商店、餐廳，還有遊艇。到蘇聯時期也是舉國之力來建設啊，那邊就是一個軍港啊。歡迎來到黑海，這裡的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啊。切克斯坦就是因為這裡而被沙俄滅國了。當時的穆勒耶夫呢想從這裡再打到基斯坦丁堡，也就是伊斯坦布爾那邊了，然後再到馬拉海、地中海，結果沒打下來，才反過來侵占了外東北海參崴那一邊啊。包括現在的各種衝突也是因為這個黑海而引起的。
還記得海參崴那一期的黑龍江伯爵穆拉維耶夫嗎？他年輕時曾參加俄土戰爭，也曾在高加索服役。後來他去了東方，為大俄搶到了外東北。但就在同一個世紀，大俄的另一條擴張線也在黑海沿岸不斷推進，最終在1864年切克斯斯坦走向滅亡。看我現在是不是在一層，在地面往這邊一看，爬樓梯爬到上面去呢，上面也是一層啊。這裡就跟海參崴一樣，依山而建，也是很有坡度的。這邊呢跟海參崴也是一樣，建得很漂亮啊。我估計切克斯人看這裡就像我們看海參崴一樣的心情吧。惡鬼滅殺。Kita? Ya, kita, ya. 哪座城市都有勝利宣言啊！可以看到目之所及，基本上都是俄羅斯族的。我沒有查數據啊，估計俄羅斯佔了90%以上吧。而且這裡是沒有一個切克斯人的。剛剛一堆的警車、軍人往那邊開，就是感覺這邊的社會氛圍還挺緊張的。現在呢，我就準備坐車去一下斯大林的別墅。這個公交車是分段收費的，從這裡到斯大林故居那邊呢，價格是0.8美元。斯大林住的地方還是很隱秘的啊，爬了10幾分鐘了。當時的電視機還有碟片機，往這邊走是另有乾坤。這邊是一個泳池，還挺深的啊。So you traveling here, tourist? 這個貓一點也不怕生啊，這個顏色跟地毯好搭呀。這個別墅群一點都不小，而且是連通的，四通八達的。In mandarin. 哦，mandarin，哇，就那種，就是那種橘子茶。I see. And this 大紅袍。Okay. Was made in Russia. Russia, да. Russian to have tea? Да, Gabati. OK. 在蘇聯時期，索契是蘇共高層的療養聖地，普通人如果沒有通行證是進不來的。斯大林呢，他是有嚴重的風濕，所以說他就偏愛這種亞熱帶氣候啊，而且種了很多亞熱帶相關的植物，把這裡打造成亞熱帶天堂。而且他還親手培養了一位實際操盤手啊，人稱庫班之王。梅杜諾夫，梅杜諾夫呢是在1959年擔任索契的市委書記的，在當時的索契建設的還沒那麼好啊，大家都知道計劃經濟呢什麼都要靠分配的，而他呢又把人情世故那套玩到了極致啊，他把高級療養券當成硬通貨送給中央有實權的幹部啊，從而得到更多的利益輸出來建設這裡。當然了，也有很多貪污，但都沒辦法把他給扳倒，因為他的關係太硬了。直到勃列日內夫去世之後，他才被扳倒。我叫 Gleb。哦，你好。我是俄羅斯人。哦，我是中國人，很高興認識你。So，你多大了？啊？你多大了？你幾歲？你的中文在哪學的？Where are you studying the Chinese? I'm studying Chinese now. Yeah. For about 1 year. Oh, 1 year in school or by yourself? In school. Oh, in school. Yeah. So you have a Chinese class, right? Yes, I have. Okay, perfect. 再見。哦，再見。這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啦。最後，我想以最近比較火的一部動畫《放開那個女巫》裡面的一句話作為視頻的結束。在歷史的長河中，有多少神是被不同人信仰的？就有多少罪惡是以神的名義而進行的？我再補一句吧，在現實中又有多少人是舉着正義的旗幟而作惡的？